什么情况？专案组那边发来消息，在桥底下发现了一具女尸。初步判断，死者是6个月前被害的女性，因为最近雨量比较大，冲走了覆盖在表面的泥土，让尸体暴露出来了。那被害人身上有什么发现？被害人是生活条件比较富裕的年轻女性，身上的衣物和饰品都是价值不菲的奢侈品牌。哦，在现场还找到一本驾照，上面登记的姓名是邹以林。我查了一下，6个月前就有人报案，该人失踪了。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况，被害人的男友王贺有重大作案嫌疑。王贺，这是他照片。邹雨林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怎么就不信任我？根据我们了解，邹雨林死之前，你们的关系似乎很不好，而且，在他遇害当天，你们还发生过很激烈的冲突，是这样吗？时间太长了，我记不清了。我们有很多证人可以指出，在他遇害当天，你们确实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而且，我们在他的身上提取到了你的 DNA。是，我们之前吵的是很凶，但是也不至于我要了他的命吧？那他失踪了6个月，你都一直没有联系他，也没有报警。我们之前吵架，他说他想回老家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人间蒸发就是为了跟我赌气而已，我怎么能想到他会出事儿呢？好，那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你是怎么发现他失联的？对不起，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我只想见我的律师。我知道我做错事儿了，我也付出代价了。每个人都得为他的行为负担后果，这个咱们我懂。唉，好，谢谢你。这就是被告人冯远辉，他因为绑架一名14岁的少女，而后将其残忍地杀害，被一审法庭判处死刑。我们这次就是要代理他的上诉，尽量帮助他争取减轻处罚。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冯远辉当初杀害被绑架女孩的手段极其残忍，引起了公众极大的愤慨，这也无疑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怎么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原谅做出这种事儿的人。他的确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但是依法获得辩护，也是他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道理我都懂，但是这个女孩年纪跟我们女儿差不多大。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我们干的就是这份工作，感情永远不能凌驾于理性之上。我去跟拍摄这个采访短片的导演也谈了一下，按照这个导演的说法，被告人冯远辉从小就是个留守儿童，他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他从小是在农村老家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而且小学毕业之后就没再读过书，后来在沿海一带的城市打零工谋生，就结识了很多从事不法活动的社会闲散人员。他的成长环境是个问题，所以可能是造成他后来误入歧途的重要原因之一吧。根据采访描述，冯远辉小时候经常被别的孩子殴打，身上多处有伤，左耳失聪，视力也不太好。对，而且可以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是长期缺位的。就算后来他被捕之后，他的母亲也从没有到看守所去探望过他。也许这是个途径，打打感情牌，让大家觉得他是可以挽救的，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这不是法律上减轻处罚的理由。但是咱们还是可以收集一些关于他童年痛苦的照片和证据，也许这样会有些说服力。毕竟咱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这样吧，姑娘，你去趟看守所见一下冯远辉，晴晴，你去趟冯远辉的老家，核实一下相关信息，尽可能多的掌握一些细节和证据。好。这几天在爸爸那儿要好好听爸爸的话哦。知道啦。放学以后要等到爸爸来接你才能离开学校。但是我这么大个人了，好像自己回家也可以吧？绝对不可以！我跟爸爸已经说好了，爸爸每天会准时到学校接你，但是没有等到爸爸之前，你绝对不许一个人离开学校。行。咱们俩每天晚上能通过视频吗？这有必要吗？好像有点太夸张了吧？不夸张啊，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安全的，我还想知道你白天在学校是不是开心。但是妈妈，我已经不是3岁小孩子了。为了让我安心，可以吗？你是一个女孩子，你要时刻注意保护好自己。知道啦。Hello，爸爸来啦！彤彤，谁家的小公主穿的这么好看？来尝尝。好吃哎！我备了点常用的药，嗯，还有课外课的这些单子，要记住了啊，千万别忘了啊！啊，哎，彤彤，爸爸重新给你布置了房间，想不想看看？我给你带他上去。哎，你去哪儿去？好。王鹤先生今天上午被警方从他的办公室带走，接受调查。据悉，王鹤先生的女友邹以琳至今已经失踪了至少6个月，而最近被发现死于了郊外的桥底下。王鹤与邹以琳公开恋爱关系不足1年，之前被人爆料称2人因感情不和，私下里争吵不断。警方现在怀疑王鹤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而为王鹤辩护的著名律师宋嘉诚则为案件的细节守口如瓶。宋律师，麻烦透露一下，王鹤先生是否与他女友的死亡有关？有消息称王鹤和死者感情不和，甚至爆发过争吵。请问宋律师是否属实？王鹤先生现在处境怎么样了？您接下来的辩护策略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你新接的案子。宋律师，麻烦跟我们透露一下吧。盈科集团的公子跟一起杀人藏尸案有牵连，我们正在帮他处理。进行的怎么样了？公安机关拒绝了王鹤的取保候审，而且面临起诉的风险很大，所有证据对于我们来说都不太有利。怎么了？你想什么呢？我们最近正在办一个死刑犯的上诉案。这个犯人曾经在接受一个纪录片导演的采访当中提到过一个非常相似的案子。他说什么了？他提到过有一个跟他共同关押的犯人，他们俩在聊天的时候，那个人向他透露，自己曾经抢劫被杀害了一个富家的女孩，然后把尸体掩埋起来。还说什么了？更多细节我记不清楚了，但我觉得跟你们这个案子很相似，而且事发的地点、周围的环境也差不多。在哪儿能找到这个采访的片段？这个纪录片现在还在做后期，没有对外播放。我给你这个导演的电话，你自己去问问。好。不会付出代价的，每个人都得为他的行为负担后果，这个道理我懂。要我说呀，你们就不应该只采访我，应该问问这里其他的犯人。跟他们比起来，我这点事不叫事儿。比如呢，我号里刚进来不久一个犯人，天天私底下跟我吹自己以前下手有多黑。他说半年前自己抢了一个特有钱的女孩，不仅拿了钱，还给灭了口，尸体就给扔桥底下。唉，好，谢谢了。就这么多？对，当时采访已经结束了，
这些啊都是闲聊提起来的，摄影师已经关机，所以就没有再拍了。他说了那个人是谁吗？问他了，但他没说。你把这个信息通知警方了吗？他都已经是判了死刑的人，说的这些道听途说的事儿，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故弄玄虚，所以就没太在意。我是劝他呀，好好跟管教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他怎么说？他说他都要死了，不想多管闲事。后来警方有人看过这段视频吗？这还在做后期，这些素材啊还没有对外公布呢。撕票不需要理由吧？他父母连20万都不想给，那证明就根本就不关心他女儿啊。既然他们都不想要这个孩子，那我就成全他们呀。根据我的了解，你小时候曾经被村子里的孩子欺负、殴打，还落下了残疾，是这样吗？有这么个事儿，那是因为他们人太多了。不过我告诉你啊，到最后那几个人伤的可比我严重的多。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惹我。我还以为是有人故意要欺负你。你觉得我这样的人像是被人欺负的吗？我要发起火来，我妈都得给我跪下。我们老师见着我，那吓得直哆嗦。我是来帮你的，我希望你可以实话实说，不要添油加醋。我骗你干嘛呀？不信你可以去问呀。我上学时候的班主任，前2年差点让我砍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没有为什么呀，我就是想弄他。你光天化日之下这么持刀行凶，难道没有人去报警吗？那老家伙就是皮外伤，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后来我妈天天跪人门口给人磕头认错，还赔了不少钱。我的脸都让他丢光了。以我当时在村里的地位，那你让我脸往哪儿搁呀？怎么样？有什么结果？我去跟冯远辉老家的派出所了解了一下情况，得到的消息基本跟聂锦这边是一致的。冯远辉这个人从小到大都是村里的头号恶霸，他这回如果被判了死刑，全村人不说拍手称快，也至少不会有人同情他。我也是第一次亲眼所见，真的有这么恶的人。其实我回来的路上也一直在想，被害的小姑娘那么小，正是一个小女孩最好的年华，她还没来得及享受自己的人生，而我们现在还在为这么凶残的一个人努力减轻刑罚。我们这么做有意义吗？她有可能因为我们的努力逃过一死。我们这么做真的是正确的吗？所以你认为他必须以死谢罪？我明白晴晴的感受。这2天我有的时候也会脑子里突然一闪念，如果被害的人是我的，我真的完全不敢想，我能做什么呢？我真的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恶人逃脱死刑吗？你的假设是基于情感逻辑的推论，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情感逻辑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它在边界感上的模糊不清。而法律之所以有必要存在，就是要帮助我们重新建立被情感因素所模糊的边界感。可，法律如果最终不能满足人们心中所期待的正义，它又如何取信于人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除了法律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决定一名犯罪嫌疑人的生死。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并不是要帮助冯远辉逃脱法律的制裁，而是要确保他跟所有人一样，拥有上诉的权利，能够得到法律最公正的审判。
你还在打球吗？不耽误事儿吗？不耽误呀，我乐在其中呢。嚯！听说你在追求我老婆？那不是你前老婆。你真打算替我养女儿啊？姑娘现在是自由的，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追求她。哎呀，打呀，都是打呀，我杵在这儿有啥意思啊？这不行啊，没什么好看的。就是没意思。咋的？有毛病？你直接交给刘律师就行。好。哎，姑娘，你怎么来了？怎么了？我不能来吗？我来找你有事儿，能跟你单独谈谈吗？我不希望有外人在场。哎，宋律师，令律，好久不见，怎么在这儿见到你了？宋律说来找我有点事情。哦，什么事儿啊？工作上的事儿。哦，好，你们谈，你们谈。啊，对了，一定要让宋律师尝尝咱们这儿的咖啡，是我亲自选的。令律的品味一定是不同凡响，一定要尝尝。拜拜。走吧，去接待室。宋律师，请。谢谢。谢谢年华。没事。你来找我应该先打声招呼。我来找你还需要预约吗？当然，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而且我的工作时间不是留给你一个人的，我后面还有客户。有什么事儿赶紧说吧。你之前说那个死刑犯叫冯远辉的那个，我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你知道我不能透露案子的细节。当然，我对这个案子本身不感兴趣，但是冯远辉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我的一个关键证人。我想找到他在纪录片里提到的那个人，然后配合警方调查清楚他说的这件事情是否属实。你可以把情况提供给警方，让他们去查。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我就不会来找你了。前几天，办案人员去见了冯远辉，但他很不配合。他说自己已经是快死的人了，没必要配合警方办案。那就算冯远辉不配合，警方也有他们的方式，他们可以在看守所内部进行排查，肯定能找到这个人。看守所里关了这么多人，如果一个一个排查的话，那需要很长时间。可现在我的案子已经等不及了。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希望我通过冯远辉去打听一下这个人的信息，是吗？越快越好。你毕竟是他的律师，我想他可能会更信任你。我才刚刚接手这个案子，这个人很不好对付的。姑娘，我相信你的沟通能力。如果说现在还有谁能撬开那个人的嘴，你就是最好的人选。那我试试，但不保证会有什么收获。没关系，只要你肯帮我，我就不担心了。说完了，我还有客户。咖啡确实不错。我知道了。我等你消息。你跟我实话实说，我还有希望吗？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但希望的确非常渺茫。意料之中。像我这样的人，算是死有余辜了吧？从法律的层面来讲，
你现在仍然有获得减轻处罚的机会。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特别希望我一枪给崩了呀？我从你的眼神都看得出来。在最终的判决生效之前，我希望你能够继续好好的活着。但这只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不是对你个人的同情。法律不会放过我的，这点我知道。你刚才还要问我什么来着？你之前接受纪录片采访的时候，提到过一起抢劫杀人并且抛尸的案子。该说的我跟警察都说过了。你提到的那个凶手是谁？不知道。你在采访里说的那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瞎说的，行吗？如果你能够如实的向办案机关交代相关的信息，法庭在量刑的时候也会考虑你的立功情节。我是没文化，但我不是傻子。我知道我说的事儿抵不了我的罪，你们就是想在我临死之前再利用我一次。我们都在努力的为你争取上诉成功，包括你母亲，她也愿意出庭作证，想让大家知道，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是可以在监狱里面改过自新的。你找过我妈？我们需要她为你作证，证明你童年的成长环境是造成你误入歧途的重要原因。只要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在监狱里改过自新的。他同意出庭吗？只要能够救你一命，他愿意站出来为你说话。我不信。他对我说，他亏欠你很多，他自己感到很惭愧。那你让我见见我妈，我就把我知道的告诉你。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审判的期间是不能够跟家属会见的。你的要求需要办案机关特别批准，估计很难，而且时间不知道够不够。但是我会尽量的去争取。那你抓紧时间给我办。你能不能先告诉我，向你透露杀人案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冯远辉，你现在掌握的这些情况可以让一个无辜的人重获自由。他现在跟你一样，被关押在看守所里，正面临着审查起诉，能等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令主任，您找我。来坐。坐吧。听说你之前赢过一桩冻卵案是吧？啊，对，我方当事人韩华与其丈夫郝清林曾在泰国的一家医院冷冻了3枚完好胚胎，本想着今年做试管婴儿的，但后来2个人感情破裂。她丈夫就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医院将这3枚胚胎做了废弃处理。她呢就一怒之下将她丈夫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然后最终胜诉。那你为了这个案子一定下了不少功夫，也了解了很多冻卵方面的知识吧？确实，我和顾律师都快成了半个冻卵方面的医学专家了。现在这种技术很成熟吗？这已经是一项很成熟的技术了。那你知道国内哪家医院的技术更好一些？这事儿呢，就拜托您了。好嘞，放心吧。好嘞。王总，来，您看看我团员的资料，你看一下。王总，其实您看，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团队的这个实力，你应该很清楚的。完成你们公司的法务完全没有问题。建妮啊，正因为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有些话呢，我就跟你直说吧。我们公司呢，对律所的成熟度和规模，那都是有要求的。
王总，这样我跟您说再多也没有用，我觉得您还是看一下我们团队的这个资料，看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行不行？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你们团队确实不具备我去说服其他股东的实力。王总，这次就算我求您了，行不行？您帮我这个忙，毕竟我底下还有10几个人要养活呢，您帮帮我行不行？这次啊，真是爱莫能助了。哎，对了，你可以跟那个老吴聊一聊，你是知道的，他一直对你，也许他会有办法。倩妮啊，你说你啊，都这么难了，干嘛总是一直绷着呀？听我一句劝，人呢，有的时候要学会放下身段。可能绷习惯了吧，这也不是说放就能放得下的。那行吧，王总，我也就不为难您了。您还有事儿，那您先去忙吧。改天有空我请您吃饭。好，不好意思啊。好，您慢走啊。喂，肖总。哎，我倩妮呀。对，真的吗？好呀，行，好的，一会儿见啊。好，再见。顾律师，这么巧？是啊，这么巧。你刚才都听见了？听见了。哎呀，没办法啊，世态炎凉。这帮人拒绝人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都有不容易的时候，这也都很正常，是吧？你真的不打算接受令仪的邀请吗？我去仪胜河啊，你我丰盛，咱们仨同在一个屋檐下，那仪胜河的房顶不得被掀翻了？也是。行了，我先走了，回头见。冯远辉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主动交代了同监室另一名犯人隐瞒的杀人埋尸案，为警方最终破案提供了重要线索，有重大立功表现，属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请法庭予以考虑。现请求法庭允许我方证人出庭。下面请证人发言。都是我的错，孩子没养好，做错了事，我真的很后悔。要怪的话，就怪我这个当妈的吧，是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才让他误入歧途，走上了邪路。他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他天资聪明，又知道体贴别人。我用我的性命担保，他骨子里是个好孩子，都是我害了他。是我没有好好养育他，也没有用心好好陪伴他。
我一心忙着在外面打工赚钱，没让他学好，才让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没办法，这个案子只能这样。法庭不会改判的，我们也尽力了。我只是很心疼他妈妈，太不容易了。尽快安排他们母子见最后一面吧。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只来咨询一下，毕竟年纪大了，以后还希望能有个孩子。我也是来咨询。对，来住了3个月，正好3个月找了。我是担心现在这项技术国内能在这儿调理好的，别到时候遭了罪还担着风险。令仪。对。要做冻卵啊？啊，是的。可是你这个年龄，按照我们的建议来说，有点偏大了。我知道，所以我这不就赶紧来了吗？但是成功率方面可能就会有点低。但我还是想试试。好吧，那这样，我呢，先给你开个单子，你去做一下孕前检查，主要是为了在对你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之前，好对你的身体状况有个系统的了解。好。那这个单子拿着去交家费。这还有你的病历。好。下次来的时候啊，把你丈夫带上，记着还有结婚证。结婚证？做冻卵还需要结婚证？你单身？不好意思，我还没有结婚。那我建议你还是先考虑结婚，再考虑做冻卵。如果我只想要孩子，不想要丈夫呢？这恐怕目前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有法律规定啊。您能告诉我具体是哪条法律的规定吗？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有明确的规定，凡是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是不能实施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我这儿有，你要不要看一眼？不用，这个我看过。但是这是卫生部的行业规定，并不是国家的法律规定。对，但是我是医生啊，卫生部的规定对我来说就是法律，我必须遵照执行。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不立刻结婚的话，我就没法享受这项冻卵的服务。但是如果我一直不想结婚的话，那我今后可能连生育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说的这个我很理解，但是我还是帮不了你，因为规定就是规定，我不能违规执业。如果您实在决定不了的话，那么您能告诉我，我找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你一定要做冻卵，那只有一条路走，找个律师来起诉我。不接电话。
想跟你聊两句。许倩妮，你该见还是要见的，我没有问题。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大度了？是不是出啥事儿了？你这样我有点害怕。我前几天见到他了，他现在自己出来创业挺不容易的，并不像我们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风光。能见一面吧？喂，你不是特别看不上我们吗？还有什么好谈的？怎么记仇了？是不想浪费时间。咱们开门见山吧。你今天要找我谈什么？我虽然对你们所没有兴趣，但是我觉得你作为一颗遗珠，还是值得打捞一下的。什么珠？遗珠。哦，什么意思？我们团队评估了一下所有的收购意向，都觉得不甚满意，所以我们决定把家庭法律部和税法部一起带出来，重新组建一家新的律所。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你这是想要拉拢我跳槽啊？没错，现在不是你拉拢我了，是我拉拢你。那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离开一个已经颇具规模并且运作成熟的平台，转而加入到一个新的律所呢？因为我觉得你在宜盛和干得并不快乐，你的才能被埋没了。你本来应该比现在干得更好才对。你还真是多虑了。我对现在的事业发展非常满意，谢谢您的关心。没关系，你可以一直这么嘴硬下去，但其实你心里边知道我说的是对的。说到底，宜盛和是属于令仪的。就算你说的是对的，那我为什么要选择你呢？因为我了解你啊。我能给你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让你的才能全部释放出来。谢谢您的赏识，但是我对现在的工作真的很满意。哎，风盛，你先不用急着拒绝我，反正你还有2个月的时间可以考虑，我虚位以待。用餐愉快。我下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失陪了。风盛，等一下，你先别着急走。哎，你还记得东方林月的肖总吗？咱们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财神爷，还记得吗？大概记得，就是那个巨能喝的那位吧？没错没错，就是他。我跟你说啊，我前几天又跟他联系上了。他现在有意向把他公司所有的法律事务全都交给我的律所来负责。我跟他约了个局，也算是老朋友见面，到时候咱们俩一起去。哎呀，你别躲嘛，听我说完。我真不想去了，您自己去吧。啊，听我把话说完。我可跟你讲啊，就他现在公司的规模比之前大好多倍，如果这次我能说服他，那可是1年2000万往上的业务。是吗？啊，那就祝你马到成功，财源广进。你真不打算帮我啊？抱歉，我这次真的爱莫能助。再见。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我可从来都没有求过你，就是吃个饭而已嘛。你不在我真的搞不定他。
怎么才来啊？哎呦，小总，等你半天了。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就等你了。来，就今天多喝点啊！连罚3杯啊！来晚了，连罚3杯。哎，这是我们公司的那个小张啊。哎，你好，来，敬副总，敬副总啊。好，来。